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持续赶快在周一持续来关注的是最新消息。美国在中东地区现在武器被爆，就是因为有后门，所以现在盟友们都非常的担心，随时他们的武器甚至是雷达系统都会被秒断电。于是呢，接下来要举办的就是阿拉伯峰会了，掀起了反美潮。中国的大陆的军火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趁势的夺得大单？今天我们会一起的做关注。首先，赶快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有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美国的武器断电卡达的雷达之后，盟友现在痛批美国的武器根本1秒就可以变成废铁啊！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态度转向呢？因为即将要登场的阿拉伯峰会，现在各国的美国盟友都在怒吼，恐怕掀起的这一场反美潮，接下来中国大陆的军火会趁机的夺下大单吗？最后是中国大陆这边出口给阿拉伯国家的天穹，据传是21发21中的高命中率，那么中东的军火会完全的导向北京吗？今天会请来宾就这3个议题做一次全面性的解答。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大家都还很熟悉嘛。当时的卡达他斥资了100亿美元去布局它在中东最先进的防空雷达系统，却因为这个以色列的攻击，让卡达的雷达全部的完全失灵。在战火中瞬间是全黑的。传出就是因为川普当时一键让他们断电，关掉了卡达的雷达，让美制武器大家中东国家在看说，不只是昂贵而已，是不是呢？还藏着后门呢？于是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在军事面，在外交面，让中东国家也非常愤怒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表面上针对卡达这场攻击，他是确实谴责了以色列，但是却派了国务卿卢比欧出访在以色列，达到一个力挺的效果。中东国家气不过，这一回15日他们即将阿拉伯国家会聚在一起。路透社报道，他们会聚在卡达，一起举办这一场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领袖高峰会。会在峰会上来声援卡达，并且谴责以色列，顺便把矛头指向美国吗？那么我们看到，现在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武器不信任之后，刚刚提到了中国大陆会不会趁势的抢下军火大单呢？我们赶快来看看现在有哪一些可能完成的交易。首先，第一个，伊朗在这一次卡达攻击之后，他再度向大陆抛出了4000亿美元的大单。事实上，过去曾经提出过一次，但是后来没有成功哦。不过他这一次又再提了一次，那希望大陆可以卖给他们的武器，包括了歼10、红旗9B 跟霹雳15。来自于中东媒体的报道说，最新消息，以一停火签署协议之后，大陆疑似已经向伊朗紧急交付了红旗9B，并且以石油做交易。这是来自于这个中东媒体的消息，但是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我们还会持续做关注。再来就是第3个。大陆出口的天穹已经到沙烏地阿拉伯国家去了，目的就是对抗胡塞的无人机。确实，当时做攻击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它21发21中的100%的命中率，相当的让人惊艳。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个系统是不是也有一些质疑声呢？因为最新传出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军方爆料，这个系统在沙漠酷热的环境之中，效能仍然是备受挑战的。它主要是反无人机的一个系统。那当时它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一些比较昂贵的爱国者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卡达这个时候被美国一键就完全的断电了。大家就在看说，美国到底是盟友，是要来保护我们的，还是你在背后捅刀的黑手啊？湾区这些国家这回齐聚在一起，会不会引发抗美的一个声浪？委员怎么看？这一次以色列攻击卡达的哈马斯据点，使用的是 F-16携带着银色麻雀飞弹来进行攻击。银色麻雀飞弹并不是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它的爆炸量不大。它基本上因为平常做那个所谓的靶弹用的，所以它的装有很多的精密的仪器。也就是因为有这些仪器，所以它精准度比较高，但是爆炸量比较小。那这一次会选择这个东西啊，体积很庞大，
这么庞大的一个诱饵弹呢，是在模拟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用的。这一次竟然被用来作为攻击这个哈马斯的据点，而沿途沙地阿拉伯也好，或者是卡达也好，本身买了很多的爱国者飞弹，以及所谓的国家先进陆对空的防空导弹系统，这种叫 NASA 系统。这两种系统精密度都不错，而且它的雷达系统又很先进，不是一般的防空雷达。拦截导弹的雷达本身就特别的精准跟细腻，竟然毫无知觉。毫无知觉的原因就两个，第一个，因为他们买的防空系统有后门，有后门的话，有人关掉了后门，所以变成他们毫无知觉。这个就是所谓开黑窗暗藏后门。第二个，是不是因为美军有一个乌代德基地空军基地就在卡达，所以他开启了电子频谱的覆盖网，所以使得爱国者飞弹系统跟这个 NASA 飞弹系统完全失去效力。两者都有可能，但是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证据。反正卡达的雷达系统静悄悄的，更奇怪的，那个导弹飞过波斯湾，竟然波斯湾两岸的这个雷达完全没有侦测到。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以色列跟美国共谋所产生的行为，目的就是要铲除哈马斯。哈马斯的高层可以说运气很好，其中有几个高干没有到场，否则就会被一锅端。那以色列做这个事情，当然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愤怒。现在对美国的这个负面评价非常非常的高，以后还敢买美国的武器吗？换句话，只要遇到以色列，美国的武器就不管用这还得了啊？所以现在他们可能会转向买中国大陆产的武器，这可能性非常的高。因为过去他们对中国大陆武器受到美国的宣传，说没有实战没有效果等等的。那现在呢，巴基斯坦呢带货直播，让大家已经有了信心了。然后再加上这次93大阅兵，大家更眼睛为之一亮。所以阿拉伯的大单转向这个中国大陆的军火工业是势在必行，因为它至少要维持2套系统，以便一套系统失灵，另外一套系统还管用。那至于伊朗伊朗本来就买不到美国的军火所以他跟中国大陆买最近才想清楚，以前伊朗都觉得可以自己制作然后动不动就跑到中国大陆参加各种武器展览然后拷贝一点的概念回去想要自己做个老半天就做不出来。那有些导弹他自以为做得很好，无人机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是跟乌克兰比啦。但是如果跟中国大陆比，不管是弹道导弹也好，或者是飞机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个品质都很差的。那现在大概想通了，乖乖的拿出石油来换武器。那想通了就知道中国大陆军火工业事实上已经跟美国并驾齐驱，甚至以弯道超车，有过之而无不及。好，所以有钱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很快2天之后15号他们就会全部的聚在一起，那大家就会在猜说这一场聚会不只是大家一起形成所谓的抗美联盟，当然了，接下来的这个军火大单就会转向中国大陆，也许是在降低对美国武器的购买，那提升对于中国大陆武器的购买等等。那哪一些国家可能会转向呢？那又哪几款武器可能会成为接下来中东的热销的武器？厉将军又怎么看？我首先说明一下，以色列距离卡达如果说直线距离就达到1824公里，这是直线。那飞机飞不可能直线飞嘛，它或许是走红海、公海，或者是沿着国境的边缘飞。所以中间整个过程，如果说用 F-16，它的作战半径最多也大概就是1800公里，已经到达极限了。所以中间势必要空中加油那第一个 F-16战机本身就不是隐身式的战机，是雷达看得到的。第二个，如果说实施空中加油来讲的话，那空中加油机体积更庞大，更不可能隐身效果。那你知道卡达它是什么系统的防空雷达吗？它除了自己本身有11套，有这么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之外，它还有萨德防空系统。萨德，我记得那时候要在这个韩国部署的时候，那中国来讲就这个就抗议。为什么抗议呢？因为萨德部署在这个韩国来讲的话，大概它的雷达的侦测距离可以远达5000公里这么远，
所以说那时候中国就抗议嘛，哈，说你这个摆在这边，大概我这个中国东北部来讲，所有的飞机起飞都会被你看到。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雷达系统甚至也可以看到这个乐山雷达系统哈，铺路爪系统也可以看到，甚至于到北韩。所以北韩那边每次试射导弹，我们台湾这边也可以看得到。那卡达以他国家土豪的个性来讲的话，他怎么可能他的萨德系统居然被关机关掉？那是不可能的。那就算是卡达的这些雷达兵哈都在睡觉，都在打瞌睡哈，旁边还有一个乌代尔空军基地是美国的，那他怎么美国容忍说是没有看到？如果说这时候伊朗偷袭来讲的话，那你乌代尔空军基地不是整个全军覆没吗？其实你说远端关闭哈，在军事上面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大家那时候每一种武器，包括飞机、包括军舰、包括导弹哈，为了避免误击自己的友居，那都会设立一种系统，叫做这个敌我识别器。我想很多观众都听过这种，就是说你打开敌我识别器，那电脑自然它这个雷达系统自然会辨识说这是我机还是敌机哈，那避免误击。所以讲到这个，我就觉得美国实在是很掉漆了哈。大家记不记得杜鲁门号这个旁边那个驱逐舰击落自己的这个 F-18的战机？那你既然已经有这个敌我识别器，怎么可能再将自己的战机击落呢？所以这第一个那次事件，我觉得代表美国本身的一种这个士气纪律的一个散漫。那这是很明显的，他对卡达一定实施这个后门管制，让你的雷达系统失灵。在这种状况下，你想想看，卡达旁边很多个土豪国家，他都跟美国买武器，希望跟美国建立一个友好关系，那也获得以色列的信任。那我这么信任你，我买你的武器，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之间能够和平相处。除了卡达之外，我另外再举例一个国家叫巴林。巴林是什么？是美国第5舰队的所在位置。那如今如果说这个卡达发生这种事情，那巴林会不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我？那阿拉伯这些国家呢？这些都是土豪国家，都是有钱的国家。对。那而且还有重点，它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可以不受你，它不是美国的附庸国，所以它大可以自己做主它自己的国防。所以我认为从这次事件来讲的话，当然以色列跟美国在军事上面可能获得它的一个成功了这个攻击了这个哈马斯他们开会的住所。但是就整个地缘战略来讲，确实非常非常大的失败，因为你会将这些阿拉伯的土豪国家很明显的推向中国。那第一个当然是伊朗这个伊朗当然是已经跟以色列已经是交战国。那后续来讲，我相信更让伊朗可以抛开很多这个军火购买的限制跟障碍，那跟中国来讲采购他们的武器。那我相信。包括卡达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包括巴林这些国家，他可能不见得说完全不买你美制的武器，因为他毕竟还有这个军火交易嘛，他也不差这个钱。那我最大可能，我觉得他另外再建构一套系统，比如说现在来讲的话，跟爱国者3这个对标的武器，就大陆来讲，他们叫红旗9红旗9这一系列，那跟萨德系统对标的，它是红旗19。那更先进的，这是在这个阅兵里面有展示出来的红旗29，它是中间的中了反导系统的武器。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批，它可能会采购的优先采购，以加强它自己的空防。那第2批来讲的话，它可能会采购的，包括它的战机部分，是不是？它原来现在，其实大家不要看卡达，它这个国家小归小。它所有战机有100多架，包括 F-35、F-16，这个台风战机、这个阵风战机幻象2000，它全部都有，加起来我看数量超过100多架了。那后续它其实也不是它的钱，它可能再买2个中队的歼10C，也非常有可能。那再来，我觉得如果说卡达毕竟来讲，它也是在波斯湾里面嘛。那会不会采购一些，比如说054B 这种最先进的这种海岸巡防护卫舰来讲的话，来确保他自己的国防，免得说是又被美国将他后门断掉。那我想这种动作，当然不见得说是他要对付以色列了但是让美国跟以色列国家以色列这种他们如果说是下次要采取这种行动来讲的话，会有所顾虑就不敢贸然的在这么大张旗鼓、这么嚣张的对任何一个国家，那想打就打，想攻击就攻击。我想以色列以后会收敛一些。
好，所以我们看到刚刚将军带我们看到嘛，这些有钱的阿拉伯国家，有钱当然就是最重视的就是安全了。接下来他们就可能会转向中国大陆，分批次的来购买大陆的武器，从不管到红旗9系列，再到战机，最后是这种还有岸护卫舰哦，全部的系列都有可能转向中国去买下。那刚刚讲到了嘛，还有天穹这个系统，现在说这个命中率100%，当然这个也有沙烏地阿拉伯站出来说，并没有这么的好用。那关键时刻，中国武器在中东现在的前景又是如何？杨老师又怎么看？是天穹系统，我觉得阿拉伯这边并没有说站出来说它并不好用哈。其实是说它的确在可能高温的气候之下，现在还是需要接受一些测试。对。可是呢，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它这个就是叫做电子科技等于是发展公司叫 CTEC。他自己在武器展示上所呈现的一套综合性的反无人机的作战系统，但它不是只有用雷射，它事实上用多种包含雷达、光电、电子侦测的方式呢去侦查目标。那主要是针对无人机，可是呢，除了雷射之外，像是微波、电子干扰，甚至防空导弹，它都可以使用。啊，那用雷射是比较具有针对性，因为它的反应速度快。它的精准度高。那2022年哦，在他所提供的那个就是整个投影片，在那个武器展售会的时候，2022年就在卡达，哦，不是在沙烏地阿拉伯针对就是胡塞组织的一场战役，在吉达，它就是21发中21发。21个无人机，而且他们沙烏地阿拉伯跟中方的这些技术人员呢，还在胡塞组织的无人机旁边还一起合照。那2022就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说这个系统老早发展出来，而且都已经卖给沙烏地阿拉伯，而且还在实战当中取得21发21中无人机的实战的这种几乎100%的记录。那这是3年前就已经取得。相当成熟，具有实战，而且出售给外国。那现在知道，它大概出售给20个国家。目前只有沙烏地阿拉伯自己跳出来说，没有错，就在吉达。对，有这个实战经验。所以这就表示什么？这个武器已经相当的成熟。你像看，在2022年就已经出售给外国，而且实战取得100%的实战经验。那接下来在反无人机体系当中，它这套武器是不是更多的国家想要去购买？是，所以。我们老早发现到原来不只是在印巴空战呢，也不只是在93这个阅兵呢。事实上，老早在2022的时候，反无人机体系就已经中国的武器得到这个验证。那我觉得接下来更多的国家可能会对这套系统会有兴趣。我补充一下，杨老师对这个新闻的质疑是正确的，因为我怎么想都想不通，这个系统是有很强的冷却系统啊。对啊，它装有冷气在这里面啦，所以它会控制温度。你只要想想看连比亚迪的车子冷气都可以控制它的那个电池的温度了，何况是这个是，所以这个新闻是有点的怪，有点怪。是好，沙国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子的质疑，也是备受大家质疑啊，想说为什么在这时候说这样子的话？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